走出国这个种子是妈妈给我种下的。就在中学的时候，她告诉我你需要出去。我妈妈觉得看这个世界很重要。至于出去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她觉得你应该出去。结果呢，这个种子就开花结芽，然后就结果。青春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对男孩子更有吸引力，好像女孩子对我来说吸引力没有那么大，我对女孩子的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说，我觉得我看更多的书，我如果把信息搞清楚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脱离喜欢男孩子这个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网络其实还没有，书其实也很少，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的少，我觉得我的信息量非常单薄。所以这个挣扎是在这个时候。到了大学以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告诉我究竟这是什么回事儿，我应该去读什么书。整体环境就是对同性恋的这个信息普及非常的单薄，找不到信息源，你和谁去说这个事情，你去向谁去问这个问题，没有。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男朋友，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说，难道我真的就是不可以吗？和女孩子在一起的感受是什么？我很好奇。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合适的女孩子，我有一个很合适的女同学，其实当时我们之间，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男女朋友关系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亲密关系需要建立在信任之上。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需要讨论的话题。所以他觉得很自然，他就说啊，我们就一起来尝试一下。其实当时他也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必然要分开，因为我要走了。但这段时间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决定就在一起尝试，该发生都发生，就是也有性生活，只是说我觉得这个性生活很不一样，和男孩子在一起性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不觉得我非常的喜欢。我不再挣扎的时候，确实应该是我到了法国，因为在这边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在巴黎有很多 gay house， 同志的各种群体都有。你就觉得他们的生活状态其实和正常人是一模一样的，你就不觉得因为你是同志，所以别人会歧视你，或者你的名字总是会和比如说艾滋病啊、不正常啊、变态联系在一起。当你觉得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这不是问题了。你要活成自己的话，你需要有从关系当中活成你自己。你和你这个社会的关系已经溶解了的话，已经没有对立面的话，这个认同感就很自然就来了。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经历了同婚的合法化，同志婚姻合法化是13年，那也就是在我到法国的第6年，当时看他和那个右派的就是总统辩论的时候，眼泪就开始往下流。我就觉得能够和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一起跳动，就是有一样的这样的脉搏，让我觉得当时觉得非常的震撼，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的权利能够从不被看到变成了看到。说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我恋爱了，这是爱情的到来。我觉得这件事情父母肯定会很在意，对，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需要和他说。我说妈，最近有个男孩子照顾的，我和他走得很近，我觉得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但我觉得他给我了很多照顾。他就理解了我想要说什么。我需要和妈妈是一个 transparent， 我需要和她是透明，越透明越好。我没有太多去想她会怎么考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管不了她怎么想，她怎么想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影响范围之外的。如果是有一个危机感，比如说有发现冲突了，你发现在聊天的时候不对了，这样的危机发生的话，那你肯定得去处理了。但是我觉得在说了这个事情之后，一切照常。所以我就没有去专门需要去怎么去做的。后来我得知妈妈在我和她说了出柜这件事情之后，她哭了1年，自己偷偷哭了1年，这是我不知道的。她去找李银河的书来读，去来了解同性恋、同志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怎么样，是不是病，等等。意识到他是有问题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发现说他不想让我把我的这个同志的身份和家里人说，他让我发誓，你不能和其他人说，
这就是证明是说他其实对这个事实处理这个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在法国以后，你看生活就各种开放了、奔放了之后，那你朋友圈啊什么的，你的博客上就有很多东西，但他就说你就不能够让其他人知道，或者不要去讲。我不想让其他人给我造成压力，说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养好，你的儿子有问题。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是你和家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我能管得了的，这不在我的影响范围之内。我不能因为说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重要，而我自己真实的自己就不重要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你怎么该和你的亲人去处理你的关系，你也不应该告诉我怎么和我身边的人处理这个关系。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是说，我和我妈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母子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有投入一个简单的，就是每天我都打电话，这已经是坚持10几年的一件事情。这些交流不是白费，他一点都在建立我和他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才可以把想说的话放到桌面上说的时候，同时还能保护好对方。我想把我真实的自己放在桌面上，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很难，所以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考虑到你的感受，但是我还是要说，落实到每天具体的或者是我可以做的事情上的话，我觉得一个基本的事情就是要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因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你可以讲道理，你可以讲你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道理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能够用语言全部表达清楚。我觉得很多现象语言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抓住，所以当你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矛盾就自然被解决了。在一起你看到我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看到我怎么样和这个世界进行交换的，他的担心自然就会消失了。因为他已经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很满意你的生活状态。条线的时候呢，就正式踏进了北极圈。MOD 是英语单词 modification。从10年之前，我们就开始讨论把他接到我身边来养老这件事情。10年之前已经讨论了10多年了。包括我换国籍，我考公务员，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会对他之后到我身边生活是有帮助的。所以今年我觉得可能是这10多年的计划的第一步，那就是他申请到了1年的往返的长期签证。他到法国3个星期了，我们双方其实都觉得非常还是很愉快的啊，也参加了出色伙伴组织的一次分享会，对他来说还是有启发的。因为他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上见到这么多的同志的父母，还有同志，还有父母是怎么看待他的儿子同志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些体验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给他能够让他心里更安定的一种方式。因为你见多的话你就不齐了，就是见多不怪嘛。包括这次到巴黎之后，和我的丈夫，还有我的猫，我们4个人同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的很多朋友都说，哇，这个就很奇怪，就是很少见，就是把妈接到同一个屋檐下，然后还和就是丈夫一起生活的，就觉得 it's not gonna work， 不会进行得很好。但我觉得他们2个人之间还好，虽然交流没有那么多，我觉得他们交流没有那么多，因为毕竟法语和中文2个人都不说，有时候是用 Google Translate， 然后再互相说。但我觉得他们都觉得双方非常的尊重彼此。双方都觉得彼此很优雅，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是2013年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第1年，3个月之后我们就去领了结婚证，已经11年了。但我们在一起已经16年了。我们在一起的一开始我就和他提过，想让妈妈到法国在我身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我和他之间也是这个原则。我的需求
我需要把它放到桌面上，我不强求你去接受，但是我必须得把我真实的需求表达出来。如果你觉得不 OK， 你知道该怎么做，你需要和我坦率地说出来。我不懂读你的心，我不会读心术，你需要和我说出来。然后我们就一直聊。我们在10年多前的时候，10多年前，2013年左右吧，妈妈来过一次，应该是13年之前了。当时我的丈夫对她的评价是，说我妈妈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而且非常的cool，很酷。我妈是一个非常会为其他人着想的人，她的共情力很强，所以她和我丈夫之间的就是真的是像母亲一样在照顾一个儿子。但是我会帮你缝扣子，现在马上就要去面试，但是你衬衫有洒到了这个酱汁，我会帮你拿去洗，而且是不需要和你在语言交流的情况下，自动就帮你洗了。他当时这些细节他都记住，所以在10多年之后，我妈妈再次来的时候，仍然就像10多年前一样，就说如果我妈以后开始不能够自由的，就是如果她的这个能动性开始下降，如果她需要医疗，她需要我们去照顾吃喝拉撒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我当时跟她说的时候，我说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我已经生活了20年，就是无牵无挂，没有孩子，就完全是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他就完了。现在我需要有一个老人来开始照顾，我需要给他办医疗卡，我需要帮他办这那这，就我压力很大。他反而告诉我，他说这是未来的事情，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你想多了，而且这个多意义不大。你想要对未来做出一个预判，或者是你现在想要掌控你的未来，这件事情是意义不大的。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养老，我们没有孩子，比如说我当时说我没有孩子，我们养老怎么办？他说这个未来太远了，意义不大。这种担心是对未来的这种想要掌控，但他就告诉我说，你妈妈未来的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去寻求掌控。也许听起来像是我丈夫我的先生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逃避，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处理方式对我来说非常的受用，我觉得是一种大智慧。在我看来啊，为什么呢？我真心觉得我没有办法掌控未来。我妈说她不了解这个家庭，她可能也会换，她的想法也会换。我觉得这是 OK 的，不管我们的境遇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把彼此的真诚的想法放到桌面上，我们在关系当中变成自己。这点我们3个人都有共识的话，我就不怕剩下的事情了。如果未来发生，比如说我们之间发生冲突，我妈妈觉得法国不合适生活，我先生觉得不合适，家里面有4个人，当这种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面对。现在这不是困难，把当下过好就很好了。